Hot Search 1。冈田将生和高田充希在2024年11月19日分别于社交媒体上宣布结婚的消息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祝福。这对在影视圈中深受喜爱的演员，终于将荧幕中的情感延续到了现实生活。他们的爱情故事始于2018年共同主演的电视剧《1122》，这部由金泉利哉执导的剧作，描绘了一对面临婚姻挑战的夫妻，而戏中真挚的演绎，无疑为两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种子。对于许多影迷来说，这样的发展无疑是梦幻般的剧情走向，从荧幕上的虚构夫妻到现实中的真实伴侣，这让他们的关系显得更加真实与令人动容。导演金泉利哉在社交平台上也表达了对他们的祝福，称自己听到消息后有种想哭的感觉，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爱情故事的延续，更是他自己参与其中的作品对现实的影响。这段爱情的起点或许看似偶然，但背后的情感联系和理解却是在长期的相处中逐渐形成的。冈田和高田形容对方为像亲友一般的存在，这种在彼此生命中的长期陪伴和支持，正是让他们最终走向婚姻的基础。他们相信，从朋友到夫妻的转变，能让彼此在婚姻中更加坦诚相待。这不仅是爱情的表现，更是一种深层次的信任和理解。在这样一个充满速食爱情的时代，他们的故事显得尤其珍贵。也许我们可以思考，爱情的真正价值是否正是在这种长久的陪伴与默契中展现？这样的爱情是否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模样？ Hot Search 2。恶度，即以强烈且神秘风格闻名的日本歌手，将于2025年5月11日在台湾林口体育馆开唱，这也是他世界巡回演唱会黑巴纳的一部分。消息一出，立刻掀起热烈讨论，尤其是这场演唱会的售票规则和现场规范，更是考验着每位粉丝的热情与耐心。演唱会门票将于2024年11月19日进行优先预购，仅限于输入指定代码的粉丝，且每人最多只能购买4张门票。这种实名制购票方式旨在杜绝黄牛票的出现，确保真正热爱恶度的粉丝能够参加。然而，对于那些无法取得预购码的粉丝而言，这无疑增加了购票的难度，也让这次的抢票行动成为了一场战争。更引发讨论的是演唱会现场对于录影、摄影的严格禁令，不仅在演出中禁止任何形式的录影和照相，甚至包含了手机的使用。主办方明确指出，任何违规行为都可能导致立即离场。这样的规定虽然旨在保护演出的完整性，确保每位现场观众都能享受到最原汁原味的表演，但也引来了部分粉丝的不满。他们希望能记录下这难得的演唱会瞬间。这次演唱会的交通安排也相对便利，观众可以搭乘桃园捷运至7站，步行约15分钟便可到达林口体育馆。然而，这次的规定与购票方式是否能够真正杜绝黄牛，确保粉丝利益，仍然是未知数。对于那些将迎来偶像的一刻的粉丝们而言，这样的规范是否值得接受？严格的现场管理是否真的能提高观演体验？也许阿杜的演出效果将是最终的答案。 Hot Search 3。名模前帅军的男友郭哲明，作为88会馆的负责人，因涉嫌地下汇兑及洗钱逾217亿元而引发巨大争议，随著新北地方法院裁定保释金额由5000万元提升至1亿元，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法律风波似乎并未停歇。特别引人注意的是，在法院重新裁定保释后仅73分钟，前帅军便扛着2大箱现金出现在法院，迅速替郭哲敏办理了保释。这样的行动无疑凸显出他对郭的强烈支持与忠诚。法院要求郭哲敏在保释期间，除了限制出境外，还需接受电子脚镣监控及每天在指定地点自拍以证明位置。然而，电子脚镣多次示警却未见到有效的羁押行动，这不禁让人质疑科技监控的实际效力。这样的监控手段是否真的能起到防范作用，还是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象征？
这也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。钱帅军身为一位名模，他的决定并不仅仅是对爱情的表达，也是对于自己信念的强烈展示。尽管郭哲敏被控涉及庞大的洗钱与非法交易，他仍选择站在他身边，并在最需要的时刻全力支持。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出于对彼此的承诺，但也让外界开始思考，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与法律之间，爱情究竟能走多远？在这样的案件中，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。对于钱帅军来说，他的选择也许是基于信任，但对于社会而言，这样的资金来源和去向却必须受到严格审查。这让我们不禁思考，如何在爱情与道德之间找到平衡，并确保社会的公正性。Hot Search 4. 陈伟英，这位在大联盟和日本职棒皆有丰富经验的台湾投手，在2024年的12强赛中选择以观众的身份支持中华队。他身穿西装出现在台湾大巨蛋，尽管未能为国家队披上战袍，但他以观众身份全力队友加油。这一幕不仅让许多球迷感动，也让人深思他的棒球之路接下来将如何发展。在过去的2年间，陈伟英因肩膀手术而影响了整体状态，这使他在面对是否回到中华职棒的邀请时，决定婉拒参与。对于这样的决定，他表示还好没有来扯后腿。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冷静评估，也显示出一位成熟运动员对于身体状况的深刻理解。毕竟，对于年纪渐长的运动员来说，保持健康并能够长期稳定的贡献，是比一时的上场机会更加重要的。面对未来，陈伟英提到明年经典赛资格赛的参赛可能性。他说，意愿当然是有，但还是要看教练团的指示。这样的谨慎态度显示了他对于自己身体的尊重和对球队的责任心。对于陈伟英来说，2024年是否会成为他最后一次为国家队效力？这样的问题不仅是球迷所关心的，也是他自己正在思考的。在高压的职业体育中，运动员往往面临两难，是否该为了一次荣耀而冒险上场，还是选择为长远的健康而退一步？陈伟英的选择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坚持不一定是在赛场上展现，而是懂得如何在关键时刻退场，以确保未来能够持续在适合的时候发光。这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负责，也是对球队、对球迷的最大尊重。Hot Search 5. 台湾麦当劳再次宣布调涨价格，从2024年11月20日凌晨0时起，部分产品价格将全面上涨，包括早餐、超值全餐的主餐，以及点心饮料等多项产品。此次涨幅约在2到3元不等，平均调涨幅度达 2.4%， 这已经是麦当劳连续7年上调价格。对于许多长期支持该品牌的顾客来说，这样的连续涨价让人不禁思考其背后的原因。麦当劳官方表示，这次涨价是考量到整体营运策略和成本压力，随着食品原料价格上升，营运成本增加，涨价似乎是不得已的选择。然而，这样的调整也让部分消费者感到不满，认为麦当劳应该更加关注顾客的负担能力，而非只顾及自身的盈利需求。尤其是对于那些习惯在早餐时间光顾的顾客而言，这样的价格变动将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常的饮食选择。另一方面，麦当劳在宣布涨价的同时，也推出了连续5天的买一送一优惠活动，让顾客有机会以更实惠的价格享受大薯和麦克鸡块等人气产品。这是否代表着麦当劳试图在涨价前给消费者一些补偿，还是这样的优惠只是为了缓解涨价带来的负面影响？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。连续7年的涨价显示了快餐行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成本压力，但同时也让我们反思这样的涨价是否会导致顾客的流失。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，品牌如何在保持盈利的同时平衡顾客的需求和期望？麦当劳的这次涨价或许是经济环境下的必然选择，但也挑战着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。